他们是塔拉乌马拉人，保持着几乎石器时代的生活方式。他们因为擅长长距离越野跑而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这个民族平时会举办长跑比赛，各村都会派出选手。所谓长距离赛跑，不是只跑20分钟，也不是只跑2个小时，而是跑2整天。这2整天要跑多远呢？塔拉乌马拉人能在2天之内连续跑完300英里，也就是接近500公里，这相当于12场马拉松。而且他们跑的不是平整的大道，而是在陡峭的山路上跑。他们也不会为赛跑训练拉伸或者热身，而是一上来就跑。他们有什么跑步的秘诀呢？为什么他们跑步基本不会受伤呢？这期我们分享的书是《天生就会跑：凉鞋与跑鞋》。说到长跑比赛，有人可能会说，塔拉乌马拉人这么能跑，跟国际顶尖长跑选手比，他们是否能赢得比赛？可是这次比赛有赞助商，他们被要求必须穿赞助的跑鞋，但他们穿不惯，跑到一半就弃赛了。组织者发现了这个原因之后，当然不甘心。第2年，他们又办了一场比赛。这次塔拉乌马拉人跟一些马拉松奥运选手一起比赛，他们不用穿不习惯的跑鞋，而是被允许穿自制的跑鞋。最后的成绩怎么样？参赛的塔拉乌马拉人获得了第1、第3、第4、第5和第7名。第2名是谁？第2名是一个发誓要战胜塔拉乌马拉人的马拉松选手。虽然他跑了第2，但是把自己逼到极限了，而且他赛前还做了长时间的训练准备。我们会偶尔目睹马拉松的选手在最后的时候，他们脸上的表情非常痛苦，完全是一步一步往前。可是参赛的塔拉乌马拉人永远面带微笑。有目击者说，其他选手都是走着下山的，因为他们力气耗尽了，但塔拉乌马拉人是蹦蹦跳跳下山的，还面带微笑。穿着凉鞋跑，还比大部分专业选手跑得快。他们的秘诀是什么呢？按照传统运动医学的说法，如果一个人1周之内跑步达到了100英里，基本上都会导致膝盖损伤。而这些塔拉乌马拉人在1天之内就跑完这么长的距离，身体却没事。首先，他发现塔拉乌马拉人擅长长距离奔跑的原因之一，是因为他们没有丢掉对跑步的热爱。对很多生活在城市里的现代人来说，跑步意味着强迫自己出门跑上几公里，让身材变得好看一些，让自己健康一些。可是对于这些塔拉乌马拉人来说，他们在长时间连续跑的时候就没有这种心态，他们很放松，完全是在享受长跑。他们就像在摇篮里一般，甚至忘了自己在奔跑。这种方式也叫禅跑，就是在跑步的过程当中，通过对呼吸的控制和专注，在运动中进入禅心的状态。这个时候，一个人忘了自己在跑步，身边的所有的一切都不会吸引自己的注意力，人的专注点只在自己的呼吸上。教练说，爱和奔跑是我们与生俱来的能力，它藏在我们的基因里，源于我们狩猎时代的生存记忆。只有跑才能找到食物，只有跑才能避免自己成为更大的猛兽的食物。我们看看那些小孩子，他们在操场上，在小区的草地上，哪怕就是在一块空地上，他们都会跑得兴高采烈。他们不喊累，他们跑步不是为了获得奖励，而是单纯的享受跑步的快乐。现代人跑步一定要获得点什么，达到什么目的，要是没获得什么就不跑了，就没劲了。那么为何塔拉乌马拉人只能穿凉鞋才能跑得快呢？跑鞋为什么就不行呢？跑鞋的陷阱。其实商业化对跑步的更大危害是跑鞋生产商。锻炼的作者丹尼尔·利伯曼是哈佛大学人类生理学的教授，在这本书里，他提出现代人的足部和膝关节受到的损伤，很大一部分是跑鞋导致的。穿着跑鞋跑步会让足部肌腱逐渐变弱，造成过度内旋，导致膝盖受伤。听起来似乎反直觉，跑鞋不是设计出来保护我们的脚的吗？书中说，在1972年发明现代跑鞋之前，人们一直穿着薄底鞋跑步，那个时候足部和膝关节受伤的概率低得多。在书里，作者提供了跑鞋的3个数据，也是3个坏消息。第一个坏消息，最高端的跑鞋最糟糕，这是瑞士一个研究小组的结论。他们调查了4358名参加跑步比赛的选手，发现有45%的参赛选手在近1年内因为跑步受过伤。与受伤概率最为相关的因素，不是他们训练的时候的路面，不是他们训练的时候的速度，不是每周的训练量，最相关的因素是跑鞋的价格。穿着95美元以上的跑鞋的受伤的概率，比穿40美元的鞋子高出1倍多。鞋底的缓冲性越好，实际上为双脚提供的保护反而越差，这是为什么呢？这是我们要说的第2个坏消息，旧鞋对脚更友好。美国大学里的运动生物力学实验室曾经做过实验，跑鞋变旧之后，它的缓冲性自然就下降了。但是随着跑鞋的缓冲性下降，跑者就开始主动控制双脚的动作，落地反而更稳，不容易晃动。而且在1986年，一家著名的运动用品公司在学术会议上也承认，他们对穿硬底鞋和穿软底鞋的选手进行过测试，发现两者在双腿受到的总冲击力上没有任何的不同，并且鞋底越软，冲击力的峰值就越高。为什么会这样呢？当时他们没有找到答案，但在10年之后，加拿大的研究者找到了答案。当一个人踩到一个柔软的表面的时候，脚会自动加大下踩的力度。当一个人跑步的时候，如果穿着具有良好缓冲性的厚底跑鞋去跑，他的双脚就会本能地试图踩鞋底，寻找坚实的地面。有人还专门做过实验，分别光着脚跑、穿薄底便鞋跑、穿厚底跑鞋跑，然后拍视频慢动作分析每一次落地。实验结果是什么呢？从光脚跑步到穿薄底跑鞋，再到穿厚底跑鞋，每次变换的时候，身体都会本能地改变跑步的姿势。而鞋底越软越厚，人落脚时下意识踩地的力量就会越大，自己的脚想要找到地面，这是人的本能反应。现在我们来看看我们的脚，我们脚掌的核心部件是呈拱形的足弓，拱形刚好是最理想的承重结构。受到压力的时候，拱形结构会更强固，压力越大，各部分之间的配合就越紧密。所以很多桥都是拱形的，而古代的石匠不会在拱形结构下边添加一个承重的立柱，因为它会削弱这个拱形整体的抗压性。我们的足弓周围分布着由26块骨骼、33个关节、12根韧带和18块肌肉组成的弹性网络，它们是类似拱形桥梁的抗震结构。所以这本书给出的结论是，关于跑步，人类天生就不适合穿着鞋跑。当然，我们要辩证地看待这个问题，我们是不是跑步时就不要穿鞋了呢？我们得承认，穿鞋是为了保护脚免受外力的伤害，穿鞋后至少石子不会硌着自己，荆棘不会划破自己的脚。塔拉乌马拉人也不是不穿鞋，他们穿着由旧橡胶旧轮胎改造的薄底鞋。所以我们的理解是，现代高档跑鞋提供了过度的保护，包括支撑、缓震、矫正，反而削弱了我们的双脚本来的功能。所以跑步时不要穿太厚鞋底的鞋子，不要迷恋商家宣传的鞋子越贵越好的广告。如果可以，跑步时尽量穿鞋底薄一些的鞋子。现在让我们看看跑鞋是怎么导致运动损伤的，这是非常具有颠覆性的信息。跑步的正确方式。在厚底的缓冲跑鞋，也就是现代跑鞋发明出来之前，世界各地各个年代的跑者，他们的跑姿都一样，他们都是挺直后背，弯曲膝盖，落地的时候先下前脚掌，抬脚的时候足跟几乎触到臀部，就是往后踢、往后撅。
这是因为跑者没有别的选择，只有双腿和足弓的弯曲变形才能提供足够的缓冲。直到今天，世界优秀的长跑选手还是这么跑的。比如2016年及2020年奥运会马拉松金牌得主埃利乌德基普乔盖就是这样。他跑步的时候，先是前脚掌落地，落地的重心跟身体的重心在一条线上。但是在跑鞋发明之后，跑鞋公司提出了一种新的跑法，跑步的时候不用前脚掌落地，而是后脚跟先落地。那缓冲由谁来提供呢？由鞋来提供。那后脚跟落地有什么好处？跑鞋公司的理论是这样：我们在跑步的时候可以伸直膝关节，那我们的步子就可以迈得更大，跑步的时候就可以更省力。但是这是上世纪70年代的时候提出的理论，而现代的跑步技术已经证明这是不科学的，因为跑步不是步子迈得越大越好，而是步皮和步幅跟自己的身高越匹配越好。而且穿着厚底跑鞋迈开步跑，很容易让膝盖受伤。很多运动专家都会告诉我们，这是因为足内旋了。当我们跑步的时候，外沿先着地，然后前脚掌才着地，这叫足内旋；而在穿厚底跑鞋的时候，我们就会足跟先落地，这很容易导致足内旋。相反，当一个人光脚跑步的时候，基本都是前脚掌着地的，这是脚的自我保护的本能。我们随便找一个人，让他把鞋脱掉跑，我们就会发现，几乎没有人再有任何过度内旋或者内旋不足的倾向。然后让他穿上厚底跑鞋，内旋不足，过度内旋全出来了。因为跑鞋的设计改变了我们双脚自然的运动姿态。随着大量的新式跑鞋在市场上大获成功，足跟先落地的跑步方式也开始流行了，迈大步的跑步方式也开始跟着鞋流行了。随着这股风潮，同时出现了一个现象，自上个世纪70年代末到现在，跑者跟腱损伤的概率上升了10%，这是美国运动足科医学院的前主席、跑步损伤专家的研究结论。这个结论让人很意外，就这么把锅甩给跑鞋公司，是不是有点太草率了？作者在书里说，不用怀疑，就是他们干的，因为这是一个几千亿美元的产业。其实也有一些跑鞋公司的创始人自己都开始怀疑了，他们发现他们的初衷已经悄然被另一种目标给孵化了，从设计出更好的跑鞋变成了赚更多的钱。2020年2月1日，世界田联发布了跑鞋的新规定，所有跑鞋的鞋底厚度不能超过40毫米。2021年9月12日，维也纳马拉松男子冠军埃塞俄比亚选手德拉拉胡里萨因为鞋底超出规定1厘米被取消冠军成绩，这也成为跑鞋新规发布后的首例冠军被取消的案例。当然，关于跑鞋的争论还会继续下去，如果有疑问，我们不妨试一试来验证书中的说法。人类天生就会跑。从原始人狩猎的角度上说，耐力是取胜的关键。在狩猎时，我们的祖先靠着超长距离的耐力跑，可以把猎物给跑死，这样就能获得肉食。我们人类天生就会跑，长跑是人类进化出来的能力，它一直在我们的基因里，等待着我们去唤醒它。美国犹他大学的生物进化学的教授布兰波尔说，如果你不相信自己生来就会跑，那你不只是在否认整个人类历史，还在否认自己的本性。布兰波尔和他的研究团队分析过2004年纽约马拉松的成绩记录，他们计算出了各年龄组的平均成绩。他发现，直到64岁，人的跑步的速度才跌回到19岁的水平。所以，人不是因为变老才不能跑步，而是因为停止跑步才变老。现代社会几乎所有的致命疾病，像心脏病、心肌梗死、糖尿病、抑郁症、高血压，还有各类癌症等，我们的祖先有一种更神奇的预防手段——耐力跑。现代人为何讨厌跑步？很多人可能会问这样的问题：假如我们天生就会跑，为什么许多人现在都讨厌跑步呢？难道我们不应该享受跑步吗？布兰波尔教授说，因为我们大脑的另外一项功能——节约能量。原始人类奔跑的目的是什么？获得食物，同时避免自己成为食物。但同时，我们的大脑总是盘算着如何减少消耗，就好像你的身体是一台非常高效的机器，大脑要保证不费太多燃料就能让机器运转起来。这正是矛盾所在。现代人的物质丰富，会觉得这种长跑的耐力输出已经没有必要了。但塔拉乌马拉人为何就能做到呢？他们跑步纯粹是热爱奔跑，他们唤醒了藏在体内的本性，他们不是为了赢得什么目标，而是享受跑步的过程。跑步不仅适合于热爱跑步者，也适合于热爱生命者。就像书的结尾说的，跑步不是为了什么功利性的目的，人们只是纯粹来这里跑步、聚会、跳舞、喝酒。跑步是一种自由。